可是拗不过顾其东，无奈对着他翻白眼。顾其东盯了他几秒，不语，低头揉着他脚上的淤血块。他的力道很足，把他给弄疼了，可动作看上去很温柔体贴，林一不禁看呆了，看痴了。坚挺的鼻梁，微微皱起的眉头，薄而性感的唇，林一在心里默默勾画着他姣好的面容。咕咕咕，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林一窘迫地摸着肚子，从顾其东的手上抽回自己的脚，忙站起身，那个，我饿了。说完就要往门口走去，他要去找点吃的。顾其东拽住他的手，将他拉回床上，坐着。声音没什么温度，将林一震慑住了，他确实不再动了。他转身离开主卧室，林一干脆在床上躺了下来，盯着天花板。想，他和顾其东现在到底算什么？方才明明还在争执，可回过头来他又温柔地替他揉脚。此刻脚上甚至还能感受到顾其东温热触感，有种恋爱时怦然心动的感觉。那个时候，呆呆地看着他俊朗的脸，他有种想要吻他的冲动。不过片刻，顾其东就端着一碗面上来，林一忙坐起身子，不知怎地就露出笑容，面对着他。顾其东则是面无表情地将碗放入他的手里，坐到床对面的沙发上，掏出香烟点了起来。林一点头看了看碗里的清汤挂面，望向顾其东手里燃起的烟，我跟你换吧。顾其东一怔，明白过来他的意思，随手将手里的烟熄灭，扔在烟灰缸里。题外话，除夕快乐！今天留言的亲都有机会收到盒子的红包，算是压岁钱啊。第10章，1丈之内是丈夫。林一看着烟灰缸里微微的白烟，满意的笑了，随后塞了大口的面到嘴里。刚咽下一口面，林一突然昂起头，问顾其东：“你煮面前有洗手吗？”他不会是用摸过他脚丫子的手煮面的。顾其东摇头。林一一阵干呕，瞪了眼顾其东，往浴室跑去。在他刚跑进浴室的时候，听到身后轻笑的声音：“傻瓜，骗你的。”林一静默了，他转回床边，端起碗筷。顾其东对于他的态度从不瞒他，他也心知肚明他对于他的感情。他在他面前不会掩饰心情，他却在他面前装个彻底，假装不在意他包括他的任何的东西。次日，林一和顾其东面对面吃晚饭，顾其东夹了一块肉到林一的碗里。他抬手的一瞬间，林一看到他无名指上的戒指，再看看自己空空无物的五指，想起了被自己扔出窗外的戒指。饭后，趁顾其东上了楼，林一就跑到别墅外面的院子。小姐，天都黑了，你在外面找什么？李婶从厨房里看到窗外弯着腰，不知在找什么的林一，疑惑地问。李婶，帮我找一个电筒出来。林一朝着李婶喊道，说完擦了擦额头，低头继续翻找。李婶找了电筒给林一。林小姐，你在找什么？要不我帮你找不？你回去休息。谢谢李婶，不用了，我自己找。林一接着电筒的光线细细地看着，汗都出来了，贴着他的衬衣难受地粘在身上。他现在完全不在乎这个，他想要找回被他遗弃丢掉的戒指。最后，林一干脆跪在草地上找。这个时候，他没有注意到2楼阳台上一个人影从他出现在院子里就一直站着。时间过去很久，淡淡的月光落在他的身上，手电筒的灯光变得微弱。李婶从别墅里跑出来，着急地看着林一。林小姐，少爷问你将他的蓝色领带放了，他找不到。林一喘着粗气，伸手拉住李婶的手臂，接着他的力道站起身。犹豫跪久了，他的脚发麻了。他弯腰揉着小腿肚，李婶，你跟他说，蓝色领带就在主卧室衣柜下面的第2个抽屉里。林小姐，还是你去找出来给少爷吧。林一顿了顿，瞧着这一片的草地，叹了口气，将手里的电筒交给李婶，随后就进了别墅，往楼上卧室走去。一进屋，就见顾其东站在床边打电话。林一直接从抽屉里翻找蓝色领带，放在床边，走到窗户边，往楼下的草地望去，无声之中又叹了口气，他怎么就找不到戒指在哪了呢？
明明是从这个窗户扔下去的，应该在外面才对啊，怎么满身的泥巴和草屑？顾其东挂断电话，瞧了一眼床边的蓝色领带，明知故问。林一低头一瞧，果然全身脏兮兮的，方才一直想着戒指的事情，才忘记了自己在草地里找了这么久，全身都脏了。那个，没什么。他找不出理由来回答顾其东，我去洗个澡，只好找借口脱身。顾其东瞧着林一走向浴室的背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枚蓝钻戒指，轻轻地摩挲。这个戒指早在被他扔掉的第一个晚上就被他捡了回来，结婚戒指他轻易地扔掉，那他呢？浴室关上门又立马开了，顾其东忙将戒指放回口袋，眼神有些不自然地在房间里转悠，最后才看向林一。林一挠挠头，我忘了拿换洗的衣服。他将口袋里的随身物品放在床头柜上，从柜子里拿了睡衣就进了浴室。很不巧的，林一的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而在浴室里的林一听到的只有哗哗的水声，根本就没有听到自己的手机铃声。这个电话就被顾其东接住了。顾其东瞧着手机桌面上显示的陆浩秋3个字，有种想要将电话掐掉的冲动。不过他没有这么干，而是接通了电话。林一，你，对方的声音很焦急。我是顾其东。顾其东换了个坐姿，抬头望向浴室的门，对着陆浩秋问道：你有什么事吗？一个有老婆3更半夜给别的男人的老婆打电话，准没有什么好事。顾其东心里暗想，能让林一接电话吗？抱歉，林一在浴室里洗澡，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就行。顾其东一直不待见陆浩秋，理由很简单，因为林一儿时的记忆里满满都是陆浩秋，没有他顾其东。那我等会打过来。挂断了电话，顾其东顺手关机。实际上，这世界上再大方的男人都有小肚鸡肠的时候。林一洗完澡，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就见到顾其东靠在床头，不知在思索些什么。他这会也懒得去理会他在想什么，在梳妆台前坐下，拿出吹风机吹头发。他透过镜子看到顾其东的目光一直投在他的身上，他的眼深不可及，让人看不透。林一觉得顾其东变了很多，校园时代他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现在的顾其东很多变，有儒雅的一面，有暴虐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总之，让他猜不到下一刻他会变成怎样，他到底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他生活在一起啊！脑子胡思乱想，身体就木讷了，居然把头发缠着吹风机上了。别乱动！顾其东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将他柔软的发丝理清。林一看着镜子中的顾其东，到底哪一刻的你是真实的？心中所想，竟不自觉地问出了口。顾其东动作一致，瞧着镜子看着他的女人，不管是哪一刻的我，都是你的丈夫。女子3从4德，以服为纲，可有学过？林一蹙眉，是啊，不管怎样，没有离婚，他就是她的丈夫。不过丈夫，1丈之内是夫，1丈之外你怕是管不着了。顾其东笑，抚上他洗完澡后红润的脸庞，贴近，轻咬了一下他的耳垂。我现在就要行使丈夫的权利。说着，低头含住他的唇，给他一个措手不及的激吻。题外话，新年快乐，今天更新晚了。第11章，怒意冲天。一夜醒来，林一很自然地摸起床头柜的手机，开机，很快10几条的短信涌上了他的收件箱。他点击一看，啪嗒，手机顺着手心滑落到地板上。这重重的声响吵醒了身旁还在睡的顾其东。顾其东一睁眼，看到的就是林一神色焦急地下床，拿起摔掉的手机组装好。顾其东发现他的手在抖，脸色苍白，唇微微颤抖。他惊到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的手机为什么昨晚关机？为什么昨晚浩秋给我打电话，你不告诉我？林一气愤地朝着顾其东吼道：你就那么在乎他的电话吗？顾其东听到他提起陆浩秋，顿时焦急的心变得气愤，不就是陆浩秋的一个电话吗？能让他急成这样？林一咬着唇不语，转身打开衣柜，随手拿了一套衣服就往浴室走去。
他换好一身衣服，抓着手机就要往外面走。你要去哪？顾其东拽住他的手。顾其东，你现在最好放开我，否则别怪我恨你。林一满眼充血，抬眸瞪着顾其东。看到林一眼里的一丝恨意，顾其东松手了。他的手指才松开一点，林一就甩开他，往外面跑去。恨，说得如此轻巧，你可知道这个字有多重？顾其东攥紧了手，一拳打在墙壁上，雪白的墙壁留下一抹血红，流血的人却不知疼痛，因为心更加的难受。顾其东是个占有欲很强的男人，他爱吃醋。他若是爱一个女人，他就要那个女人所以的一切都属于他一人。陆浩秋和他是青梅竹马，他将他当作蓝颜知己，什么话都愿意向他倾诉。他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陆浩秋都会愿意帮他出头，体贴地照顾他的生活。这一点曾经让顾其东大吃飞醋，让林一也忍不住怀疑男女之间是不是没有真的纯友谊。可就在他终于下定决心问一下的时候，陆浩秋告诉他，他和他的好友杜柔交往了。此后林一再也不多想了。林一出了别墅就给陆浩秋打电话。浩秋，现在有没有找到我爸爸？声音哽咽。还没有，林一，你先别急。老人院的工作人员都在帮着找，你不要慌。陆浩秋听到林一声音这么慌张，只好在电话里安慰几句。林一怎么可能不慌？在国外的5年，他从来没有回过去老人院看望过爸爸一次，连他患上了老人痴呆者也是他回国去看他才知道的。5年里，他没有尽过一次孝道，他不想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他哥已经失踪3个月了，现在的心情没有人替他分担，此刻心里难受，没有人能够倾诉。顾其东明明是他最亲的人，可他却害怕告诉他关于他爸爸和哥哥的任何事情。林一，你现在在哪里？我在出租车上，正赶往老人院。林一摸了一把眼角，他此刻只能自己坚强。林一，你想想你爸爸最有可能回去的地方。最有可能会去的地方？对，你爸爸虽然患了老年痴呆症，但他脑子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深刻的记忆，他或许回去那些记忆深刻的地方。陆浩秋判断。林一回想一些过往的事情，脑子一闪而过一个地方，他忙让司机掉头。司机，去人民医院。浩秋，我爸可能会在人民医院。好，我现在就赶去那。司机，快点。拜托你快点。林一瞧着远方的路，焦急地催促司机开得快一点。赶到人民医院，林一下车，急忙付了钱，跑进住院楼。他看电梯前很多人等着，干脆直接往楼梯跑去。爸爸，你不要吓我，不要躲起来让女儿找不到，爸爸。林一一口气跑上了5楼，他喘着粗气走向那曾经熟悉的病房。果然在病房门前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手里拿着一支褶皱的红玫瑰，神色木然地瞧着病房门。爸！林一跑过去抱着他。这时陆浩秋也赶到了病房前，看着泪流满面的林一，让他心疼。老人呆呆地看着抱着自己的女孩，看了一会，突然笑了，将手里的鲜花递给他。林一愣了愣，随后明白过来，他接过鲜花，回给老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看了一眼对面的病房，对着疑惑的陆浩秋道：“你应该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妈妈过世的病房。”是，我妈妈是在这个病房过世的。这个病房里面有太多我们一家人的回忆，伴着医院里独有的消毒药水味。我妈是陪着我爸苦过来的，却没有好好的享过福。她是一个喜欢浪漫的人，她总是要求我爸给她买红玫瑰，可爸没有送过一次，还经常说你个糟老太婆配不上玫瑰。可现在爸他吃傻了，却仍记得买红玫瑰来这个病房。陆浩秋听到这样的故事，也忍不住红了眼眶。他现在将你错认成了你妈妈。林一捋了捋父亲耳边的头发，点点头，我长得很像妈妈，以前爸爸常常会看着我发呆，我想他是在想妈妈。你爸很爱你吗？他们那时候的爱很纯粹，喜欢了就在一起，在一起了就是一辈子。
陆浩秋点头，他也希望爱情能这么纯粹就好了。快11点了，不如我带你们先去吃午饭吧。林一早上出门也没有吃什么东西，现在肚子确实是空着的。又想到父亲半夜从老人院里跑出来，肯定有没有吃东西，就同意了陆浩秋的建议。对了，你今天没有去公司，会不会耽误你的事情？林一是休假的人，不去公司也没事，可陆浩秋不同，他是公司的总裁，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做结论。我算是给自己放个假吧。吃过饭，林一扶着父亲走出饭店，在门口等陆浩秋去停车场把车开过来。一阵清风吹来，让他一身战栗，有种不好的感觉。他头一回看到不远处一辆熟悉的车子，一愣，绷紧了身子。来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就见车子的主人推门下车，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他全身散发着冷冽的气息，犹如一个撒旦一般。一身剪裁合宜的意大利手工西装，脸庞的轮廓刀刻般深邃分明，薄唇紧抿着，深情淡漠的让捉弄不定。林一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可是他没由来的知道的是，现在的顾其东很危险。题外话，求收藏啊。第12章，为了报复，林一望向停车场门口，见到陆浩秋的车子开了出来，他全身像是突然有了力气，拉着父亲的手就往陆浩秋那边跑去。可顾其东的速度比他更快，3步并作2步走到他身旁，攥住他的手腕，将他拉进自己的身旁，看到我就跑。林一的手腕被顾其东拽得死紧，硬生生的疼，眉头一皱。顾其东，你放开他！陆浩秋跑上来，抓住顾其东的手，与他对视。你放开囡囡，放开，放开！林建国拍打着顾其东的手臂，他讨厌这个男人，他怎么可以抓住囡囡的手，会把囡囡抓疼的。顾其东现在是怒火朝天，哪里还有什么理智可言，手一挥，推倒了林建国。爸！林一突然对着顾其东一个巴掌扇过去，好像用了全身的力气，朝着他大声地喊：顾其东，你混蛋，你怎么可以推我爸？顾其东被林一打傻，愣愣地瞧着林一愤怒的双眼，满满都是对他的指控，心不由得疼了。林一挣脱开顾其东，跑到父亲的身旁，小心翼翼地瞧着他，看他有没有哪里受伤。囡囡，爸爸没事。林建国像个孩子似的笑，对着林一挥挥手，示意自己没事。爸！林一，顾其东想要上前，却被陆浩秋拦住。顾其东，我想你现在最好离开。顾其东冷笑，朝着陆浩秋的肚子就是一拳，他是用尽了全力。陆浩秋抱着肚子倒在地上，满脸痛苦。浩秋！林一怎么也没有想到顾其东会来这么一招，扶起陆浩秋，紧张地看着他。患了老人痴呆症的林建国不知怎地看到陆浩秋倒在地上，竟大哭起来。林一焦头烂额，一时不知所措，抬眸瞪向一脸无事的顾其东。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顾其东只是冷冷地看着痛苦的陆浩秋，掏出手机拨打了李俊的号码，3分钟李俊就到了。李俊瞧着这混乱的场面，感觉跪在地上的女人怎么这样眼熟呢？好像在哪里见过，长得这么像一个人。想不到是谁，就干脆不想了，朝着顾其东咧嘴呵呵的笑。东子哥，我可是飙车赶来的，速度快吧？我告诉你，我现在这飙车的技术。顾其东抓去林一的手臂，拖到自己身边，看着衣着邋遢、满脸泪水的林建国皱眉，对着李俊道：将他送到老人院去。顾其东，你想干什么？林一急了，挣扎着想要走，可顾其东揉进了他的腰身，将他禁锢在自己的怀里，逼视着他，咬牙切齿地道：林一，你最好不要动，否则我不确保我会做出其他什么过分的事情。李俊见顾其东这强盗的样子，像是活见了鬼，他从没见过东子哥什么时候强迫过女人，甚至都极少见他碰女人。见顾其东瞪了一眼，李俊忙转过头摸了摸鼻子，瞧着坐在地上抽泣的老人，他有些为难。一看这老人就不是个正常的，这老人会不会像疯狗一样抓着他的手臂咬他啊？李俊心里虽是这么想着，可不敢违背顾其东的命令，对着林建国好言相劝：
威逼利诱将他扶起身子。李俊扶起林建国，这才看清躺在地上陆浩秋，傻眼了，浩秋姐夫。他忙将陆浩秋扶起身，不解地看向紧搂着林一的顾其东，东子哥。这是东子哥将浩秋姐夫打倒在地上的。李俊迷茫了。陆浩秋靠着李俊撑站起身，皱着眉冷声道：顾其东，害你弟弟魔怔的人是林胜，不是伯父，你何必如此这样对待一个患病的老人？顾其东整个人冷了下来，眼底一片暗色，深邃无比。他罪不可赦。顾其东冷冷地说出5个字，随后不管林一怎么挣扎，拽着他的手臂就往自己的车边走去，将他塞进副驾驶，狠狠地甩上车门。林一慌忙地想要推门下车，可顾其东已经上了车，锁上了车门。顾其东猛地一踩油门，车子飞快地往前冲去，林一的头差点撞上前面的玻璃。车子飙得很远，过了一会，顾其东又忽然踩住刹车，车子停到路边。他掏出西装口袋里的烟抽了起来，一股难闻的烟味蔓延在车内，林一难受地咳嗽起来。顾其东将车窗放下，将手里的烟扔出窗外，尖锐的眼神看向林一。车内的气氛突然变得凉飕飕，林一贴着椅背，整颗心以飞一般的速度跳动的，警惕地瞧着面无表情的男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现在不担心父亲，因为顾其东说了将父亲送往老人院就一定不会对他做什么，现在需要担心的只有他自己。顾其东，你冷静点。林一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你就这么怕我，一见到我就想要跑到陆浩秋的身边？他伸手覆上他冰冷的脸蛋，你现在居然还在颤抖。林一覆上他的手，柔和地说，顾其东，如果你恨我哥伤害了你弟弟，你想要报复就报复到我身上吧，求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哪怕是将他一辈子禁锢在身边折磨，他也无怨无悔。呵，顾其东失笑，抹撒着他惨白的唇，林一，你是不是认为我娶你是在报复你？是想要一辈子捆着你，让你永远都得不到幸福？林一沉默，实际最初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他不敢这么跟顾其东说。顾其东笑得更大声，低头狠狠地咬住他的唇，用力地吻着，舌头深入，一遍遍的吮吸，用尽了最大的力气。他疼，他也要他疼。他竟然这么想他，若是为了狠，他何必娶她，何必藏着她，不希望她被他母亲知道。狠，他想现在他确实有了狠。狠他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在乎他，狠自己的心总是为他疼。顾其东一只手搂着林一，另一只手直接探入他的衣服里面。林一发射性的一声叫喊，只觉得两人的唇舌更加的贴近。林一反抗也没有用，他完全敌不过顾其东。顾其东从唇边向下移吻着他的锁骨，用力的吸吮，突然又发狠地咬了一口。第13章金丝雀的悲哀啊！顾其东却像是中了邪似的，不管不顾地吻着他。林一忍着疼痛，忍着情动，迷迷糊糊感觉到顾其东的手向下探去，路过一片滚烫，他想要阻止，却使不出力气。车厢内的温度不断的升高，顾其东却突然止住了动作，他将自己的西装外套盖在林一的身上，起身坐好。林一只是抓着衣服，紧张无措地瞧着顾其东，整个身子蜷缩起来。没过几秒，就见开着的车窗外走进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他对着顾其东说道：对不起，这里不能停车。随后抬眸看了一眼满脸绯红的林一，悄声地对顾其东说：附近就有宾馆。说完退离几步。顾其东明白地点点头，转头看向林一，见他无措地像个小白兔，眼睫毛微微发颤，脸上的红晕特别的明显，肌肤晶莹剔透。顾其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失笑，摇下车窗往自己的别墅方向开去。林一脸贴着冰冷的车窗，看着窗外的建筑飞速地往后退，缓缓地闭上眼。他又开始做梦了，梦到的都是过往和顾其东在一起的日子。顾其东是美术社的社长，他因为裴度柔报名，误打误撞地进了美术社，成了顾其东手下的一名将士。后来不知不觉的他喜欢上了顾其东，
他觉得她特别的有魅力，温文尔雅，笑起来的时候极其的温柔。她又特别的有才华，她却总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来，绘画根本就是她的弱项，要不是为了陪杜柔，她也不会进美术社。可顾其东的绘画技术特别的好，他不管画什么都是栩栩如生的，而他的画的东西就是四不像。每次他都不敢把自己的画作拿出来，因为一拿出来，全社的人肯定是捧腹大笑。只有他只是淡淡的皱眉，说他会亲自教他。起初他极其不愿意，干嘛要牺牲他美好的休息时间来画室画画啊？但渐渐的，去画室和顾其东学画画成了林一最期待的时刻，因为他发现他喜欢上了顾其东，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后来他发现喜欢顾其东的何止他一个人，顾其东长得又爽气，性格又好，又有才学，很多女生早就看上了，恨不得将他扑倒。班里的女生知道他是美术社的，就开始要求林一帮他们送情书送礼物。林一郁闷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还不能拒绝。他只好硬着头皮帮同学送情书。顾其东接过手的时候，只是淡淡的看着他笑，对他说谢谢。他当时气得恨不得夺过他手里的情书撕掉，然后砸到他的头上。这个臭男人就不能像电视剧里放的那样说对不起拒绝吗？干嘛这么高兴的接受？林一郁闷了。一天，他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说想要得到一个男人，你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手段。林一一下子醍醐灌顶，他后来就将同学要求送的情书和礼物统统扔掉，然后告诉他们他送了。有一天，他正在画室的垃圾桶前撕刚收到的一份情书，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让你送，我让你送。突然身后出现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你就那么讨厌我吗？林一猛地转身，瞪大了眼睛愣住，啊？我没有啊。那你为什么总是死撕我送你的情书？啊？林一看着手里的撕成碎片的情书，不可置信地问，这是你送我的情书？原谅他结巴吧，这个时候想不结巴也难啊，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能一下子接受吗？顾其东点头，是。他这星期连续送了7封，可每次都被他撕毁了，他很郁闷。林一突然想哭了，他跪在地上，将手里的纸片一张一张的拼起来。别拼了！顾其东看着慌乱的拼着纸片的女人，有些不知所措。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喜欢的男生送的情书，我居然将它撕掉了。你干嘛让别的女生帮你送情书啊？我还以为又是他让我给你的情书。顾其东蹲下身子，将她搂进怀里，别哭，你一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林一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别墅主卧室的大床上，而身边没有顾其东的身影。林小姐，你醒了吗？李婶敲了敲门，推门进来。林一挠了挠头，有事吗？晚饭已经准备好了，你是要下午吃，还是送上来？我下去吧。好的。李婶转身离开。林一从身上翻找出手机，忙给陆浩秋打电话。林一，浩秋你没事吧？该问有没有事的人是你，顾其东有没有对你做过分的事？陆浩秋紧张地问。没有，他应该是在车上睡着了，顾其东将他抱回了家里，而后他又不知道去了哪里。浩秋，我爸爸他。不用担心，你爸爸现在在老人院，我请了特护去照顾他，放心吧。那个，顾其东打你的那一拳还疼不疼？对不起，你如果是替他抱歉，我不接受。林一，想办法离开他吧。林一顿住了，沉默了几秒才说，我先挂了，明天我会去上班。这一晚顾其东没有回家，而林一躺在偌大的床上失眠了。清晨，没有鸟叫声，没有车鸣声，一切都显得特别的寂静。林一在梳妆台前足足坐了1个小时，是为了用化妆品掩盖眼底深深的黑眼圈。之后，她换上一身黑色职业女装，白色衬衣配黑色短裙，起身下楼，往别墅门口走去。待她打开大门，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挡在她面前，
太太，顾先生叮嘱过不让您出门。话语恭敬，但很坚定。让开！林一冷声喝道。顾其东居然想要将他囚禁在别墅，不让他出去，他想要将他当作金丝雀一样来养吗？太太，顾先生，闭嘴！别给我提顾其东。林一一夜没睡好，火气很大。他说完就往外面冲，黑衣人也不敢伤到林一，只有跟随在他身旁。其中一人忙给顾其东打电话。第14章，永远也别想离开我，夫人，顾先生有话跟您说。黑衣人伸手将电话递到林一的面前。林一瞥了一眼手机，深吸了一口气，接起手机，说话。吃枪药了？顾其东的语气很慵懒。顾其东，你别想把我关在别墅里，除非我死。林一冷声威胁。你舍不得死的，依依。重新见面后，顾其东第一次喊他依依，林一心里很震惊。依依，你是不是一直在找林胜？林一心一瞬间蹦到喉咙口，抓紧了手里的手机。你知道我哥在哪？如果你乖乖的，我会带你去见他。顾其东，你这是在要挟我！林一朝着手机吼道，他脑子中可以想象出顾其东眉宇挑起，嘴角轻扬的嘚瑟样子，他心里恨得牙痒痒。如果只有要挟才能把你留在身边，我愿意一直要挟你。顾其东说完这句话，不等林一开口就挂断了电话。林一恨恨地将手机丢给黑衣人，咬了咬牙，转身往别墅里走去。顾氏商业大楼，气势宏伟的摩天高楼，如蒙面般直耸云端。顶楼，顾其东站在窗口，似一个王者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世界。夏薇然敲门进去，止住了脚步，愣神地看着此刻全身透着凛冽的男人。他全身上下的线条都是硬的，没有一丝的柔软，这让夏薇然记起了第一次见到顾其东样子，柔和、温文尔雅，嘴角常常带着似有似无的笑容。有事吗？顾其东出声阻断了夏薇然的回忆。他抬头看到顾其东的身子隐没着阴影里，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他定了定心神，上前将手里的文件递给他。总经理，这是你要的资料，放着吧。顾其东没有接过资料，下巴朝着办公桌提了提，示意他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夏薇然听话地放下文件，转身离开。到了门口的时候，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顾其东。待门关上，顾其东从口袋里掏出戒指，脑海中浮现出昨晚林一靠在车椅背上闭着眼流泪的样子，心不觉烦躁起来，随手将戒指扔在抽屉，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总经理，老爷子的电话。顾其东合上手里的文件，接通内线。爷爷，再过几天是你父亲的忌日，去新加坡把你母亲和弟弟接回国。听说你弟弟最近身子好了不少。老爷子的声音浑厚深沉。知道了。每年的这几日，顾其东都会新加坡接母亲和弟弟，即使今天老爷子不提，他也准备去了。林一被顾其东要挟待在家里，刚开始气愤地在别墅里走来走去，后来冷静下来，便看起了无聊的电视节目打发时间。他要等顾其东回来，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可是昨晚他基本上没有合眼，抵不住瞌睡虫的百般刁难，终于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顾其东回到别墅，进门看到就是林一穿着一身职业装躺在沙发上，电视机屏幕上不知道放着什么化妆品的广告。他上前将钥匙放在茶几上，弯腰看着林一柔和的睡容，定定地看了许久，他弯腰将林一横抱起往楼上走去。怀里的女人闷哼了一声，扭了扭身子。顾其东顿住脚步，以为他要醒了，谁知他根本没有睁开眼睛，而是将脸贴近他的胸膛继续睡。顾其东将抱上床，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永远也别想离开我。即使是彼此痛苦，他也想他们在一起。他以前从来都不知道，有那么一天，有一个人走进了他的生命，让他明白为什么他不可以接受其他人的爱。林一是被饿醒的，睁开眼便是一片黑暗，他打开灯，发觉自己在床上。
他记得他明明在沙发上看电视，怎么就跑到床上了？难道是顾其东回来了？林一急忙忙地翻身下床，跑下楼遇到别墅的管家李婶，他抓住李婶的手，气喘吁吁地问：顾其东回来了？少爷回来过，整理了些行李又出门了。整理行李？林一皱起眉头，不懂得李婶说的话的意思。我也不知道少爷去哪里。李婶见林一拧紧了眉头，他又说了一句，想起什么，又忙说道：夫人，晚饭准备来了，您可以吃了。林一像是没有听到，转身跑回了房间。他在房间里找着手机，拨通了顾其东的号码。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you called。林一拨打了无数遍，就是没有打通。他气馁地坐在床边。他不理解，顾其东怎么突然整理行李走了？他去哪里了？林一很茫然，头也开始疼了。太太，您一天没有吃东西，肯定是饿了。厨师今天准备了很多您爱吃的，您下去吃一些吧。李婶站在卧室门口，看到林一憔悴的模样，心中不免难过。虽然不知道少爷和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想到少爷在临出门前说给夫人准备些美味的食物，他想少爷是在意太太的。林一站起身，努力让自己忽略太阳穴炎至眉梢又炎至后脑勺的胀痛感。他确实饿了，他可不想在头疼的基础上又加上胃疼，便跟着李婶下楼吃饭。看到餐桌前都是他大学时期爱吃的菜，林一愣住了，抬眸看向李婶。李婶将筷子放入林一的手里，笑着说：这些都是少爷临走前叮嘱的，太太多吃点。李婶，你真的不知道祁东去哪里了吗？李婶摇摇头。林一见李婶真的不知道，也不再多问了，低头吃起了菜。李婶，你也坐下来吃吧。林一见李婶站在一旁看着他吃，觉得蛮不好意思的。我已经吃过了，太太您慢慢吃。哦，对了，我差点忘记了。李婶说着，转身走向客厅，从茶几上拿起一张纸递给林一。林一接过 A4 的白纸，上面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字，是顾其东特有的范。曾经林一和钟情于模仿顾其东的字，他一直觉得顾其东的字特别的漂亮，而自己的字就像是狗爬字一样。所以有一段时期，他总是闲来无趣的拿着顾其东的笔记本练字，被杜柔看到了，还以为他是打算辅修金融专业呢，抄顾其东的笔记抄得那么认真。当时林一也不解释，淡淡的笑。窗外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认真临摹的样子在阳光下极其的柔和，让人感觉到很温暖。现在想来，那就是一种爱意吧。林一回过神，看向白纸上的黑字。第15章，青梅竹马，我不会再禁锢你的自由，但是天黑前必须回家。署名顾其东。他没有提他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只是告诉他他不再囚禁他了。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只要天一黑就乖乖回家。林一触摸着顾其东写的文字，手指下意识地描写他的字。林一琢磨过顾其东的文字，他甚至可以以假乱真。可是他琢磨不透顾其东这个人，他待在他身边越长，他越是不懂。他们之间隔着一层纱，谁也没有想要撩开这层纱，来一个紧紧的拥抱。第二天，林一去了公司上班。一到办公室，助理泱泱捧着一包乐事青瓜味的薯片蹭到林一的面前，眯着眼睛嘿嘿的傻笑：一姐，你终于来上班了，我想死你了。说着，还献殷勤地拿起一片薯片往林一的嘴里塞。得了，公司里不让吃零食，下次最好不要再给我看到。林一推开他的手，在办公椅前坐下，抬眸看着这个从进公司就跟着他的助理。平日他对这种小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会多管。可是这几天心情不太好，火气不免有些大了。泱泱讪讪地将薯片放在身后，嘟着嘴道：偶尔吃一点也没关系啊。林一对着这个以食为天的助理忍不住翻了白眼：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让我跟我说？对哦。泱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就是那个，陆总也不确定你什么时候回公司。
但他让我一看到你回来了，就让我跟你说，让你去一下他的办公室。你下去吧，我一会就过去。林一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起身往陆浩秋的办公室走去。他敲门进入，陆浩秋抬眸看了他一眼，见是他眼里流露出一丝惊讶，打趣道：昨天你给我打电话说不能来上班，我还以为你还要过几天才会来，或许还有可能是直接辞职。辞职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待在家里当顾家少奶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陆浩秋听到他这般的话，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即使我愿意乖乖的当顾家少奶奶，顾家夫人张慧欣怕是说什么也不会答应。林一冷笑，拉开陆浩秋办公桌前的椅子，在他面前坐下。顾其东即使知道张慧欣女士会强烈反对，可还是娶了你。除了你，怕是没有人知道我是顾其东的太太。其实这一点，林一也没有想明白。顾其东明明知道张慧欣若是知道他们结婚了，怕是会气得进医院。要不是那个戒指，恐怕我也没有机会知道你已经和他结婚了。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他结婚，就像5年前出国后，我就没有想过会和他再见面。在国外，很想他，却不能见他，对他是一种很煎熬。现在回到他身旁，何尝不是一种煎熬？林一有没有好好想过我上次对你说的那句话，想办法离开顾其东？林一默。陆浩秋撩起自己的衬衫袖口，起身为林一倒了一杯纯净水，放在他面前，倚靠在桌边，看着他。林一，你还爱着他？我不知道。林一摇摇头，顾其东已经变成我完全不熟悉的一个人，我也不清楚我到底还爱不爱他，我只知道我不想离开他。陆浩秋苦笑，他们的爱情劫难只有他们彼此能解。记得他的妻子杜柔曾经说过，爱情就像是含笑饮砒霜，砒霜是天下至毒，难能可贵的是饮的人却含笑。只有用情太痴的人才会饮下情人所赠的砒霜。爱情本来就是用痛苦换取欢愉，不必埋怨，你不明白是你不够清醒。林一和顾其东何不是如此，即使伤痛也要在一起。砒霜、鸦片这些东西腐烂而凄美，爱情跟他们沾上了关系，愈发迷人。因此，一段安稳的爱情不会比一段腐烂的爱情更加叫人刻骨铭心。林一，还没有找到你大哥吗？林一摇摇头，抬眸对上陆浩秋的关心的眼神。浩秋，我感觉我哥的失踪和顾其东有关系。为什么会这么想？陆浩秋扬起眉，好奇地问。顾其东说他知道我哥的下落，可我还来不及问清楚，他已经不见了。不见了？家里的李婶说他整理行李离开了，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打他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林一捧住水杯，低头看着杯子的清水，倒映着他迷茫的模样。陆浩秋知道林一回国之后一直在找他大哥林胜，可是一直没有任何的消息。现在顾其东忽然告诉他知道，可是顾其东又突然不见了。他的心里肯定特别着急，不光是急着想要知道他大哥的消息，同样也是想要知道顾其东的下落。如果顾其东还恨着当年的事情，若是他想要对付林胜，林胜怕是凶多吉少。你不要担心。陆浩秋拍拍他的肩膀，给他一些力量。顾其东如果真的要报复你大哥，当年就不会放过你大哥。何况现在顾其东已经告诉你他知道你大哥在哪。如果你大哥出事了，你第一个怀疑的人肯定是他，他不会这么傻。我不知道，我已经猜不透顾其东的行为了，他到底会不会对付我哥，我真的没有把握。林一心急如焚，可是没有办法，只能等顾其东回来。林一，第16章，顾太太回国，不说这个呀，那个杜柔她。林一喝了一口纯净水，深吸了口气。陆浩秋听到杜柔的这2个字，眼眸一沉，转身坐回办公椅上，故作轻快地说，他挺好的。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没有，他真的没有事情。确实是没有事情。杜柔知道戒指不是他的那个晚上待在画室里。第2天醒来，依旧为他准备他爱吃的早饭，还笑着替他打领带，
送他出门。没有任何的异常，可是他就是感觉不舒服。这个不舒服从心口慢慢延伸至全身，害他那天早上神情恍惚地闯了一个红灯。他本来就是有资格和他大吵大闹，有资格责问他，要他给他一个解释。可是他偏偏就没有说什么，还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起居，反而让陆浩秋想要开口向他交代一些事情。林一听到陆浩秋这么说，想起杜柔百转千回的性子，什么事情都不愿摆在台面上讲清楚，只喜欢藏在心中慢慢消化，肯定是不会跟陆浩秋闹别扭。要不要我找杜柔聊一聊，替你解释一下？也行，包在我身上吧，兄弟。林一起身，哥俩好的拍拍陆浩秋的肩膀，没什么事情，我出去工作了。林一约了杜柔见面。见面的地方是一个露天咖啡馆，地方很幽静惬意，他想杜柔肯定会喜欢。果不其然，当林一赶到那地方的时候，杜柔一身 V 领白裙，神情悠闲地坐在藤椅上，手里翻阅着一本书籍。浅浅的阳光落在她的身上，形成淡淡的金黄色的光圈，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林一脑中浮现出一句话：只可远观，不可亵渎。林一停了停脚步，还是上前，发现他手中的书籍居然是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杜柔察觉到林一的到来，合上书本，抬眸对着他微微一笑。你看看这里，哪一个不是拿着手机或是 iPad， 就你拿着一本名著在这里看。林一回他一个笑，在他面前坐下。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文字当中，它是可以净化心灵的。林一也不和杜柔争论，他知道这个女人极爱阅读，什么书她都愿意翻上一翻。朝着服务员叫了一本蓝山，林一才淡淡的开口：阿柔，或许你觉得有些多余，但是我还是想要和你解释一下戒指的事。开门见山，是林一的性格。不需要解释，林一。杜柔淡淡的说，手指轻轻抚摸手中的书籍，眼神也淡淡的。杜柔。林一，或许你认为我会误会你和浩秋之间有什么，其实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浩秋会在肉体上背叛我。他是一个传统负责的男人，他既然娶了我，他就会对我好。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杜柔虽然这么说，可是林一还是可以感受到杜柔声音中淡淡的忧伤。忧虑是形式，幸福是内容，幸福充盈着忧虑的空间。杜柔，你是懂浩秋的。杜柔笑而不答，是啊，他懂他，懂他的喜，懂他的忧，懂他的爱，只是他的爱不是给他的。他说过愿意支持他去追求心中所想，可不会伸手将他退离。要离开，他希望他自己走，他看着他走，而不会是他推他离开。所以这里他也不会告诉林一，其实陆浩秋心里真正的那个人不是他杜柔，而是一个叫做林一的爽快女子。天灰蒙蒙的，几朵乌云飘在空中，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机场大厅，顾其东领着母亲和顾其北往早已等候在一旁的车子走去。最近公司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没有。顾其东对张慧欣是冷漠的，一点也看不出母子之间的深情。坐上车，张慧欣看到机场外面的报刊店，便叫司机去买些报纸回来。其东，你对你母亲就是这态度，从你到新加坡接我们回家，我就没见你笑过。这么不情愿，就别来接我们。张慧欣朝着坐在副驾驶上的顾其东低吼。倒是身旁顾其北被母亲突然的发飙吓得了，张慧欣见到忙对着顾其北笑，小北，妈不是凶你，你别怕。顾其东从探后镜上看向母亲和弟弟，表情平静无波，妈，你放了小北吧。你越是守着他，他的病越是不会好。顾其东，你到底有没有关心过你弟弟？你弟弟现在这样是谁造成的？要不是你认识那女人，你弟弟有可能被他的哥哥，现在你还居然让我不要管他。司机回来了，顾其东不再说什么，目光转向前方。太太，这是您要的报纸。司机恭敬地将手里的报纸递到张慧欣的手上，随后开车往顾氏老宅。张慧欣呼了一口大气，坐直了身子，变回了原来沉稳的顾家太太，
仿佛刚才开口怒吼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他。他摊开报纸看了起来，当看到一则标题为顾氏总经理和陆氏总裁为一女子大打出手的新闻时，张慧欣咬紧了牙关，手紧攥着报纸，看了眼面前什么也不知道的顾其东。他咽了口气，低头去看报纸上的照片，居然真的是那个女人。张慧欣告诉自己要沉住去，现在在外人面前，她不能朝着儿子吵，她要回去好好的问清楚。这样想着，张慧欣便将这份报纸放入手提包内，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哎呀，这终于是回来了！太太，小少爷。管家陈妈见顾其东他们回来了，忙迎上去毕恭毕敬地喊道：“回来了。”老爷子拄着拐杖，看着自己已经白了发的儿媳，安慰道：“辛苦了，慧心。爸，只要小北能好，儿媳怎样都不辛苦。哎，自从郑国走了之后，这家越来越不像个家了。”老爷子叹了口气。题外话，首推中，求收藏。第17章，安全套口味。爸。张慧欣拉过顾其北，小北，乖，叫爷爷。顾其北患病之后极其怕生人，也不愿意说话，见到老爷子却有些熟悉，便听了张慧欣的话，喊了爷爷。老爷子红了眼眶，摸摸小北的头，乖，小北，乖。爸，二哥他们不在家吗？他们晚些回来，其南刚考上公务员，工作有些忙。顾其南是顾其东的堂弟，比顾其东少了几岁。这样啊，你们一路奔波也累了，房间我叫陈妈整理过来，你们先去休息一会儿。等会人到齐，一起吃饭，难得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吃饭。老爷子说着，也忍不住露出笑容来，这大宅子里确实难得热闹了。好，爸，我先带小北上楼休息了。张慧欣拉着顾其北上楼，回头看了一眼顾其东，想着包里的报纸，他要找个时机单独跟他这大儿子谈谈。见张慧欣上了楼，顾其东上前扶着老爷子在沙发上坐下。其东，你搬回老宅来住吧。老爷子开口要求。顾其东倒了杯茶放入老爷子的手里，爷爷，我在外面住惯了。什么叫住惯了？住惯了就不能回家来住了。你妈跟你弟回来了，你怎么能还住在外面呢？老爷子用拐杖瞧了瞧地面，怒吼道。顾其东不语，站起身直接往外走。你给我站住！老爷子看顾其东不说一句话，就往宅子外面走去，心口的一股火就上来了。顾其东确实也站住了，转过身面向老爷子，爷爷，公司还有点事，我回去处理一下，晚饭我会赶回来吃的。老爷子也不再说什么，摆摆手让他走。这孙子从小到大是最让人省心的一个，可也是让他最心疼的一个。22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整个公司只能让他一个人挑了起来，再累再辛苦也没听过他有一声抱怨。他明明志不在此，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公司没了主心骨，现在他这孙子怕是已经成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当年他大学时期读的是建筑设计，家里也不反对，打算让他出国进修。可后来他主动改读了金融学，学着去经营公司，还把公司打理得很好，业绩节节攀升。可商业上的辉煌并没有让他觉得快乐。老宅，张慧欣站在窗口抽着烟，看着顾其东的车子缓缓驶离。她本是个优雅端庄的女子，有丈夫为她撑起整一片天空。可她怎会想到这个天有一天会塌，让她慌乱无措，差点疯掉。是余记总裁李先生吗？张慧欣拨打了那篇报纸出版公司的老总的号码，她改变主意了。他的儿子是不愿意多和他说一句话，那么他就让他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哪位？张慧欣。啊，是顾太太，不知顾太太找小弟有什么事情？当年顾振兴还在世的时候，会经常带张慧欣出席各种商业聚会，商家上的头无不认识这顾家女主人。张慧欣缓缓吐出嘴里的烟，眼睛微微眯起。李先生，慧欣想要求你办件事。顾太太让小弟办多少件事多行，只要小弟有这个能力。凭现在顾氏集团在商界的地位，谁也不敢得罪这顾太太。
事情很简单，就是立马收回你旗下全部的娱乐报纸。我说的是立马，你懂吗？李总听到张慧欣轻柔却带着逼迫的声音，心窜到了喉咙口，忙说：好好，小弟这就去吧。李总一挂断电话，就让人拿来几天的娱乐报纸。当看到报纸上登的头版新闻，他气得吐血，让主编给我滚过来。李总，找我有什么事？主编心惶惶不安，这版面你也敢放上去？你有几条命也不够你死啊！快点给我去把所有发出去的报纸追回来。还有，你今年的奖金1分也别想拿了。李总一顿狂吼。一姐，总统套房被顾氏集团总经理定下了，现在还让人去送草莓味的避孕套，可我们酒店就只有香蕉味、苹果味、菠萝味，就是没有草莓味的。还有一姐，你说总裁套房里的女人会不会是夏薇然小姐？泱泱逮着刚才 WC 出来的林一说个不停。你说谁？林一惊道。啊？谁啊？我说总裁套房被谁定了？林一语气很急。顾氏集团总经理呀。泱泱张大了嘴道，挠挠头，他刚才不是说的挺清楚的吗？顾总经理还要草莓味的套套呢，口味真清新。林一深吸了口气，好你个顾其东，没想到居然背着我到酒店开房，还要草莓味的套套。好，我亲自给你送。泱泱，酒店里每个味道的套子都给我拿一个，我亲自给顾总经理送去。啊？好，我这就去拿。泱泱本还想着自己去呢，可以确认下套房里的女人到底是不是夏薇然，这样下次姐妹聚会的时候也有八卦好说。但现在一姐说了亲自去送，她还只能忍下自己的好奇心。不过顾总经理还真会玩情趣，不喜欢在豪华公寓里，居然跑到酒店来开房。林一将泱泱递过来的套子放入口袋，坐了贵宾电梯直达总统套房。他站在门口，扯了扯自己的职业装，理了理头发，随后抬手敲门，等待那个混账男人给自己开门。门一开，林一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猛地扯过手臂拉进房内。门又重重地被关上，他的背脊抵在门板上，一股寒意从脚底往上窜。他刚想大喊，就被人用手蒙住了嘴巴。林一心中大骂顾其东：给我安分点！顾其东威胁道。见林一点点头，他才缓缓地松开手。可刚还点头的女人一没有了束缚，就指着顾其东的鼻子大骂：你混蛋！骂了一句，忽然想起点什么，林一闭了嘴，大步走进屋内。目光在这个偌大的总裁套房内巡视，发现没有其他人，他又跑进浴室看了一遍，真的确定没有人，他才回过身，狐疑地看着好整以暇的顾其东。你把你的女人藏哪里了？这个男人莫名其妙消失了几天，结果居然出现在自己工作的酒店。第18章挑衅无果。顾其东抱着双臂，笑看着林一，我的女人不就在我面前吗？林一可不吃这一套，将口袋里的套套全拿出来，扔在大床上。那你叫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别告诉我，你丫的自己动手解决，还是要用套的。顾其东上前撩起床上其中的一个套套，看了几眼，这个我们好像没有用过，要不要试试？林一心一荡，忍不住又问了一句：顾其东，你真的没藏女人在这里？顾其东狠狠地将手里的安全套扔在床上，走到林一的面前，捏起他的下巴。林一，在你心里我就是会乱搞的男人吗？谁知道啊，说不一定你离家的这几天就是陪着你的小情人出去玩了。顾其东盯着他的眼睛越来越犀利，林一的声音越来越轻，到最后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顾其东有些恨自己，怎么就迫不及待地回来，想要看到他。怕他还介怀上次的不愉快，所以没有直接打电话说想见他，而是跑来他工作的地方，用这种弱智的办法逼他亲自过来找他。谁知他竟然愿意相信他是来这里和别的女人贪欢。公司明明有那么多事等着他去处理，他却在这里和这个女人浪费时间。跟他在一起就是跟自己怄气。顾其东甩开林一，直接往总裁套房门口走去，头也不回。林一的小心脏被顾其东吓得还扑通扑通狂跳，
还没平复下来，就见顾其东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眼前。他忙追上前去，出了房门，就顾其东凛然地站在电梯门口。顾其东，顾其东像是没有听到他的叫喊，没有回头看他一眼，给他一个回复。顾其东，林一跑上前拉住他的手臂，喘着粗气：“你来这里是为了找我？”他是不敢这么想的，可是他的反应告诉他，就似乎这样的，只是期望落空的太多，已经害怕再相信。顾其东撇头看着他紧拽着他手臂的手，他抬手轻轻地拉开他的手臂。电梯的门开了，顾其东走进电梯，刘林一傻愣地站在门口。林一的手僵住半空，血脉像是被冰冻住了，彻心的凉。他瞧着顾其东冷漠的眼神，终是没有再开口，缓缓地垂下手，瑟瑟地扬起一个笑容：“欢迎下次光临。”他像是对着一个陌生的顾客鞠了一个躬，笑容可掬。电梯缓缓地闭上，跳动的数字在告诉他，他走了。林一像是泄了气的气球，靠在墙壁上，盯着自己的脚，脑子中满是顾其东冰冷的目光，让他喘不过气来。几天不见，他似乎有点瘦了，下巴上还有点胡渣，头发也不再是以往那样有型。每天在家里一个人吃饭是无聊的，他吃到不爱吃的饭菜，下意识地将想往前面的碗里放去，抬头一看，却发现他不在。那时的心情是失落的，再好吃的菜也没有什么食欲。方才看到他，他的心是雀跃的。他回来了，只是一时气愤过头，才会质问他，也是怕他真的有其他的女人。他在世人眼里是那么的好，有钱、有貌、有才。他若是真心对待一个女人，怕是谁也不会拒绝他的好。啪嗒，电梯的门再次开了。林一一喜，转身笑看着门口，以为是他折回来了。谁知出来的会是泱泱。泱泱看到林一一副失望的样子，不解地问：“一姐怎么了？是不是总裁套房的顾总经理因为没有草莓味的套套为难你了？”林一摇头：“你上来有什么事吗？”那个就是……泱泱皱着眉头想不起来，顿了几秒，他一拍大脑：“对了，夏薇然小姐居然在酒店大厅，还指明要见你。你知道吗？我刚才见到他都吓到了，我还以为他知道了顾总经理在这来捉奸的。不过他怎么会找一姐你呢？你说夏薇然要见我？”泱泱重重的点头，八卦的心思又上来了。他好奇地问：“一姐，他为什么要找你呀？”林一迈入电梯，泱泱紧跟着也进了电梯。“一姐，你倒是说句话啊！”泱泱缠着他，硬是要他说4个字。“什么？”泱泱笑嘻嘻的等着听。无可奉告。他哪里会知道夏薇然找他有什么事？泱泱听到这样的回答，顿时泄了气，赌气嘴：“一姐，不带你这么玩人的。你有时候关心我的隐私，还不如好好工作拿点奖金。”他的这个助理哪里都好，就是咋咋呼呼，还爱八卦。之前陆浩秋说要给他安排一个助理，他就说自己挑，他是看泱泱机灵没什么心眼才选了他。不过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还真不是怎么明智。到了酒店大厅，果然见夏美人坐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粉色甜美吊带裙，肌肤雪白，真是个大美人儿。林一吩咐身边的泱泱拿一瓶酒店的香槟过来，泱泱照办。转头看向屋外，竟然下起了毛毛细雨，真不是个好日子。林一拿着2只高脚杯和一瓶贵死人的香槟酒，走到夏薇然的前面的沙发上坐下，笑容浅浅：“夏小姐，你好。”礼貌性的问候还是要有的，然后他不怎么待见这个女人。“你好。”夏薇然见林一笑，他可笑不出来。林一不在意夏薇然冰冷的脸，低头倒了一杯香槟递给他，边喝边聊吧。夏薇然低头瞧了一眼高脚杯，并没有接过。林一失笑，举杯一口饮尽：“夏小姐怕我在酒里下毒吗？”“我没有那个意思。”夏薇然略显慌乱。林一的笑容更深了，果然还嫩着。他虽然不知道夏薇然想要跟他聊什么，不过必定和顾其东脱不了干系。“我和夏小姐似乎不熟，不知道夏小姐这次特意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夏薇然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对着林一冷声道：“
林一，不管你和祁东是什么关系，请你离他远一点。不知夏小姐是以什么身份来警告我？林一摇晃着手里的高脚杯，目光怔怔地盯着夏薇然，眼神犀利，嘴角却带笑，这表情他可是跟着顾祁东学的，半分威严，半分柔和，摄人心魂。第19章，给已婚人士安排相亲。夏薇然到底是年轻，她家底殷实，又没吃过什么苦，是被家人保护的公主。现在碰上了霸气的林一，